他说要纳妾，我当晚就往他房里塞了2个美貌婢女。没多久，他说东院的陈宝林有孕了，让我处理下。等等，什么叫处理下？我瞪大了眼睛，小心翼翼地问，是要我给陈宝林伺候个月子？他咬紧了牙，我从未碰过陈宝林，你塞进来的鹰燕燕姑都没碰过。我眼睛瞪得更大了，什么意思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嫁给太子裴景的时候，我爹哭着嘱咐我，说我家就是一清流文官，皇帝选我就是忌惮太子的母家全是太省，让我去了东宫一定夹着尾巴做人，不然江府6条人命可就攥在人家手里了。嫁给太子的第1天，裴景问我，你爹做翰林院检讨几年了？这是要杀我爹？觉得我爹一七品检讨碍眼了？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哭天抹泪，殿下，我爹一生从文，只喜欢掌修国史，若殿下觉得无益，我给我爹写信让我爹辞官告老还乡。裴景揉了揉额角，你先起来，姑就是随口问问。我不信，我爹说了，掌权者从不说废话，我得偷摸给我爹写信让他最近认真修撰，别让人挑出错别字。新婚第1日是要去给帝后请安的，我爹说太子妃之位本应该是皇后的侄女的，让我见到皇后小心些，别摸着皇后的逆鳞。我当然明白，敬完茶我就跪在一旁安安静静的当鹌鹑。皇后笑着让我起身，还让我把这当成自己家，我哪敢啊。客套完后，我晃晃悠悠跟着裴景回了东宫。裴景扯住了我，低声问我，可看见我父皇今日配的香囊了？我猛猛摇头，若我回答说看见了，是不是就要给我安个居心不轨不罪名搞我全家？那是我母后给我父皇绣的。裴景睨了我一眼，似是等我的下句。我弱弱地问太子，那臣妾这就去母后宫里去给殿下求一个。齐嬷嬷暗地对了我一下，太子妃昨日特地选了几匹好料子，说是要亲手给太子绣个香囊。我瘪着嘴转头看齐嬷嬷，齐嬷嬷是太子赐给我的女官，他俩这一赢一和的是想趁机往香囊里放毒，然后嫁祸给我是吧？我伸手扯了扯裴景的袖子，柔声道，臣妾一人绣没意思，可能去殿下的书房，殿下处理公务，臣妾不会打扰的。在他眼皮子底下绣总行了吧？我可太聪明了。齐嬷嬷刚要张嘴说什么，裴景麻利地点了下头，去取东西来我书房吧。裴景的书房光外面把守的侍卫就8个，绣不完我都不出门，我看谁能陷害我。我在裴景的书房苦苦绣了一下午，裴景瞧了半天我的绣样，开口夸了几句，你这虎绣的不错。我犹豫片刻，弱弱开口，殿下，有没有可能我绣的这是条龙啊？擦，嘴欠的毛病又犯了，他说是虎就是虎呗。殿下，龙虎不分家，臣妾绣的时候就是按照虎的样子绣的龙，陛下好眼神。我一脸谄媚地瞧着裴景，您看臣妾这虎绣的怎么样？裴景皱着眉头夸道，虎虎生威，雄壮威武。我收了针，小心翼翼地把香囊给裴景系在腰间。殿下，香囊臣妾绣完了，明日就不来这书房种地了，别耽误了殿下要事。裴景把玩着香囊，姑有件寝衣，太子妃明日无事的话，过来给姑的寝衣也绣上吧。寝衣也绣？要不我把你头骨都绣上吧？爹，东宫水太深了，要不咱家先别活了。我心里边骂边绣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1周我就给裴景的寝衣绣了个满背。裴景拎着寝衣问我，太子妃这绣的是龙还是虎？殿下，您猜猜臣妾绣的是什么？学会了，机智了，你猜啥是啥就是啥。姑瞧着是龙。裴景试探着问我。我满眼亮晶晶瞧着裴景，殿下真是好眼力。呜呜，麻蛋，老娘绣的是猛虎戏水啊。寝衣也绣完了，我琢磨裴景这回没法子留我在书房了吧，可裴景点名要我去给他磨墨。齐嬷嬷说红袖添香，定能大大促进我与裴景的感情。我叹气，齐嬷嬷哪懂啊，裴景书房那么多机密，我看到一眼估计就离死不远了。爹，你先洗干净脖子吧，女儿随后就来。我一步一挪走到书房后，醍醐灌顶的从怀中掏出手帕系在脑后。太子妃这是做什么？情趣，呵呵呵。我摸着墙往前走，没走几步被裴景牵住了手。裴景的手温暖干燥，牵着我走到桌前。太子妃的手怎么出了这么多汗？
我能说我害怕吗？我扯扯嘴角，呵呵，那个第一次玩情趣有些紧张。黑暗中恍惚听见了裴景的低笑，他笑什么？笑什么？日日担惊受怕的后果就是发烧，烧了连床都起不来。他一说我日日忧思，抑郁火盛。我仰倒在床上，呜呜呜，我能不能多病一阵啊？躺在床上的日子可太省心了。没等我在床上打完滚，外面就传来了齐嬷嬷给裴景请安的声音。我一咕噜滚下床行礼，裴景抱起我，起来吧，都这样了，还行什么礼？惜命呗。我浑身不自在地窝在裴景怀里。裴景命人端来一碗白粥，舀了一勺递在我嘴边，生病了得吃点清淡的，这可是姑亲自熬的。我满脑子都是这是姑亲自下毒的，亲自下毒的，下毒的，毒的。行，我先死。我凑过去喝了一口，嚯。裴景一脸疑惑地看着我，我苦着脸，不愧是殿下亲手熬的，连粥都会打人。裴景朗笑出声，吹了吹勺里的粥，这回不烫了。说实话，裴景长得真的好看，笑起来就更好看，可再好看也不能当免死金牌啊。我越想越委屈，抽了2声，我要吃瓦罐肘子。陈记的。我一脸疑惑，你怎么知道？裴景敲了下我的头，你现在生病吃不了，等母后春日宴结束后，姑带你出宫去吃。我一听来了精神，接过裴景手里的碗，直接猛灌了2口，一言为定。我从小壮得跟小马驹一样，所以这点小病休养了2日就好利索了。齐嬷嬷说我身为儿媳得去帮皇后操持春日宴的事宜，春日宴有内务府操持。我能帮什么啊？不过就是去刷脸，证明自己是个贤惠的儿媳妇。我乖巧地站在皇后身边，听皇后温声嘱咐，说春日宴就是让京里的少男少女们都来凑凑对。我心里警觉，战战兢兢地开口，母后是要在宴上给殿下选2位侍妾。皇后怔了下，安抚般地拍拍我的手，你同景儿刚成婚，侍妾什么的着什么急？我僵着脸陪笑2声，出来时刚舒了口气，就瞧见了今日当值的禁军表哥林瑜。是见到亲人的喜悦啊！我欢快地朝着表哥挥了挥手，表哥。林瑜顿了脚步，朝我行了全礼，太子妃近日可好？我想我爹怕表哥担心，只红着眼眶点头，都好，皇后跟太子对我都很好。表哥拍了拍我的脑袋，在宫里不比家里随意，你得万事小心，有事记得给家里写信。当夜，我在殿内琢磨皇后今日说的纳妾之事时，一身酒气的裴景推门进殿。我忙起身准备伺候裴景洗漱更衣，裴景拦住了我的手，分不清喜怒地问我，今日见到你表哥了？我点头应了一声，表哥今日当值，在官道上与表哥寒暄了几句。裴景突然红了眼眶，低头质问，将之，我问你，你可有把我放在心上？这是唱的哪出？我慌忙点头，臣妾自然是把殿下放在心上的。我要纳妾，那殿下可有心仪的女子？我长长舒了口气，原来是为了这事，那应该是裴景与皇后商议好了。裴景死死盯了我半晌，甩袖而去，太子妃安排吧。给太子纳妾，这是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，若是我直接安排人，怕是有结党营私之疑，所以第2日一早我就去了皇后的宫里。皇后赏我一箱宝贝，还说什么我明事理识大体，当场就点了2个官员的女儿进东宫。皇后说裴景如今连个子嗣都没有，东宫多些人帮我也好，到时候无论哪个侍妾生了皇子，都养在我膝下。新人进门那晚，我特地让齐嬷嬷给2位新人送了2坛好酒。齐嬷嬷回来说，裴景今日准备宿在陈宝林那。我坐在长廊百无赖聊的看月亮，陈宝林的爹是骠骑将军，对裴景可是大大的注意。齐嬷嬷许是瞧着我恹恹的，张口安慰了我2句。我拦住了齐嬷嬷的话，嬷嬷不必忧心，其实我知道我身份低微，早晚有一日殿下会立他人为太子妃，我只希望到时候不要祸及家人。齐嬷嬷大大的叹了口气，摇着头给我披了件披风。陈宝林来给我敬茶的时候，眼下是脂粉也遮不住的清倦。我满心酸涩的让陈宝林起身，快回东院休息，有什么需要的跟齐嬷嬷张口。一连几日，裴景都没有给我好脸色看，连春日宴坐在我身边的时候，都感觉裴景冷得像根冰柱。我觉得他有病，他要纳妾也纳了，该给的赏也赏了，天天这副脸色给谁看？
我翻了个白眼，坐得离裴景远了些。席间裴景点了表哥的名，说要给表哥保个大媒。为了表哥的幸福，我不顾脸面地扯裴景的衣袖，凑在裴景耳边低语，我表哥喜欢礼部侍郎的嫡次女王韩芝。裴景愣了半晌，突然笑得清风明月。姑听太子妃说林家表哥心意礼部侍郎家嫡次女许久，故给两位保个媒，不知林大人意下如何？表哥欢喜起身，跪地行礼，趁着没人注意，还偷偷对我眨了眨眼睛。我朝着表哥仰了仰下巴，表示小事一桩。裴景蹭了两下坐到我身旁，还体贴地给我夹了2筷子菜。我瞧着盘中的鱼腹，不禁感慨，这人一天天喜怒无常。整个东宫一改往日的冷冰冰。齐嬷嬷也说感觉最近裴景心情不错，让我抓住机会升个小殿下。我哪敢跟齐嬷嬷说我偷摸吃避子药呢？如今朝堂不稳，我这太子妃之位更是不稳，若是有孕，岂不是我的催命符？好日子没过了几天，裴景又冷着一张脸进了院子，我心慌的长草。我最近犯错了吗？我爹最近犯错了吗？我家门房老叔最近犯错了吗？裴景坐在软椅上，沉声道：东院的陈宝林有孕了。我看着裴景的脸色，没明白他什么意思，只得问道：那臣妾多给陈宝林安排些人手，要不臣妾亲自照顾陈宝林？他咬紧了牙：我从未碰过陈宝林，你塞进来的鹰燕燕姑一个都没碰过。我眼睛瞪得更大了，什么意思？他不行？等等，他不行的话，陈宝林怎么有孕的？裴景伸手合上我张大的下巴，姑苏在东院的那晚没碰陈宝林，他睡在地上的，可今日太医请平安脉说陈宝林已有月余的身孕了。我朝着裴景头顶比划2下，他给殿下戴绿帽子了。我小板凳瓜子茶水呢？蒙住了，眼下乃是吃瓜的时候啊。这是有些棘手，若是没有证据贸然处理了，怕有人说我残害皇嗣；若是不处理，生下来就污了皇家血脉，而且裴景还需要陈家支持，与陈家撕破脸总归是不好。我抬头问裴景，殿下准备如何处理？裴景俯身捏住了我的下巴，皱眉道：姑刚说了，姑从未碰过那些女人。我一脸愠怒地扒拉开裴景，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些没有用的？裴景见我满脸怒气，又变了脸，弯着眼睛问我：姜枝，你生气了？姑还以为你是个泥人，想怎么捏怎么捏呢。头一回见被人戴了绿帽子还这么开心的。我推开往我身边凑的裴景，我先让齐嬷嬷在东院暗中插些人手，陈宝林若是有孕必会想法子通知奸夫，最好能抓个现行，这样处理起来也有理有据，不至于让陈家抓住画柄。裴景满目笑意，你看着安排，若是有事拿不准就去寻圣师爷。东院一连数日都静得反常，在我第15次扒东院的墙头，正巧碰到了进门的裴景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尴尬的诡异。裴景心虚地朝我挥了挥手，他心虚什么？我又不是来捉奸的。我手一挥，表示您先忙后，就回了千花院，百无赖聊的翻书，看得迷迷糊糊，准备吹灯睡觉时，裴景脸色潮红，晃晃悠悠地进来了。我忙起身扶着裴景，裴景拉过我的手，放在他滚烫的额头，以你的唤我，吱吱吱吱。裴景的声音像是一道闪电爬过脊背，引得我打了个哆嗦。我腾出手给裴景倒了杯冷茶。吱吱，我好像被下药了。裴景哑着声音回道：还想要一杯？陈宝林这么大胆子，敢给你下药？我瞪大了眼睛，反应了一会，他想把肚子里的孩子栽到你头上。裴景的脸跟煮红的蟹子一样，身臂一拦，将我压在身下。姜枝，可以吗？我当然行，我太子妃啊，舍我其谁啊？我义愤填膺地点点头，闭紧了双眼。裴景灼热的气息洒在我的眉间。等了半晌，裴景都没有动作。我睁开一只眼，推了推裴景，可谁知裴景已经晕死过去了。我一阵心慌，安置好裴景后，忙命人去请太医，加急禀报帝后。皇帝派了太医院数位太医来医治，太医们诊完脉都说裴景是中了毒。我忙命齐嬷嬷派人去严审东院的人，太医们匆匆忙忙给裴景诊脉灌药。裴景断断续续又吐了2日，后面隐隐带了些血丝。我看着一脸惨白的裴景，忍不住碎碎念：小时候我娘就是被家里有孕的姨娘毒死的，
从那以后，我爹一个人拉扯着我长大。本以为将我嫁个清流人家，安安稳稳度日，没想到被指婚嫁给了你，心惊胆战的过日子。我伸手扒拉裴景的长睫毛，其实你也是个可怜人。你爹给三皇子挑的皇子妃是丞相家嫡女，到你这就是个七品检讨的女儿，没权没势还没钱。冷汗划过额间，我哆嗦着起身，慌忙让人去寻圣师爷。我屏退众人，犹豫开口：圣师爷，三皇子那面可有什么异动？圣师爷蹙眉：太子妃为何问起三皇子来了？前几日陈宝林曾命人给我送来了一筐洋菠萝，这东西京城少有，只有义郡以南才产这种果子。我声音嘶哑：前些日子三皇子是不是去丹阳巡查了？丹阳离义群只半时辰的车程。我犹豫着开口：许是我多想，可2天了，殿下都没能睁眼。太子妃心细，我先去调动太子暗卫守住千花阁。圣师爷思忖片刻，姿势体大，太子妃多一些也是好的。我惶惶点头，我明白，我已经派人去请皇后了。皇后赶来时，千花阁已经被重兵把守，之前的几位太医也被捆在了偏殿。皇后带来的太医给裴景诊完脉后，跪了一地，说什么之前都是治标不治本，耽搁久了余毒未清，只能下猛药试试看，若是不行，裴景怕是要一辈子躺在病榻。齐嬷嬷也匆匆进殿：娘娘，陈宝林的贴身嬷嬷招了，他是陛下的人。陛下，我被吓得站在原地，不知作何反应。陛下这是准备撕破脸了？一向温柔的皇后拂袖将桌上的茶具都扫在地上，皇帝真是好样的，连我都瞒住了。怪不得这几日他屡屡寻本宫的错处，他是要本宫的景儿死给他的三皇子铺路。皇后冷着脸让太医们尽全力，转身握住我的手：好孩子，幸亏你发现的早，本宫得回宫稳住狗皇帝，景儿这就交给你了，本宫留下30精兵供你差遣。裴景喝了新配的药，狠狠地吐了3次，还被太医放了半盆的血，整个殿内都萦绕着淡淡的血腥气。我太累了，踢了鞋躺在了裴景的身边，刚沾到枕头就觉得浑身像是被10碾压过一般酸疼。裴景，你若是撑不过来了，我是不是得给你殉葬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可怕黑得很，到时候我怕是得丢下你，带着我爹偷摸跑路。去江水吧，江水四季如春，美男还多。我大大的叹口气，可若是跑不掉怎么办啊？不用跑，若是姑死了，你会被封为王妃，阅历照旧。啊，那太好了，我还以为……我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看着裴景微颤的睫毛，高喊：来人，来人，殿下醒了。太医们一窝蜂地涌进来，说醒了就好，药效可以减半，需要静养几日。裴景伸手握住我的指尖：芝芝，你给姑唱个歌吧，姑睡不着。殿下，臣妾不太会唱歌。我困得上眼皮下眼皮打架，我给殿下背个诗吧。芝芝，你怎么还没学会唱歌？我将头埋在松软的枕头里，昏昏欲睡。殿下怎么知道？你少时随你爹来翰林院，曾带着姑玩过家酒，说姑是你相公，让姑吃你拿草做的饭。我隐隐约约想起来，我娘死得早，府里就一个瞎眼的嬷嬷，我爹不放心，就把我带在身边。我瞌睡重醒了大半，试探问道：小胖哥哥？裴景笑着点头：姑吃了你手里的草，当晚就高烧不止，所以不是故意第2天没去找你玩的。吃了我的草，发了高烧。我就说待着没事，让我唱什么歌啊？人还没好呢，就开始翻旧账了。我先辈就要往地上跪，生怕跪得迟了，我爹脑袋就搬家了。臣妾真的不知道那是殿下，若是臣妾知道，怎么敢喂草给殿下吃啊？裴景伸臂将我箍在怀中：怕什么？姑又不会吃了你，姑就是想问问你后来怎么不来翰林院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我爹后来被罚了半年俸禄，宫里的内侍说我冲撞了贵人。裴景闷笑了一声：这是应该是我的错，我把你送我的壁虎放在我父皇床上了。夭寿了，陛下不会因为这事连我一起杀吧？裴景笑得开怀，转身将头埋在我的颈间，不明不白地说了句：嫁给姑委屈你了。一连几日，裴景都窝在东宫养身体，对外仍旧宣称太子未醒，性命垂危。我坐在裴景身旁翻游记，忍不住道：你父皇也是狠心，这都多少日了，
都未曾派人来问问。我爹都写了好几封信问你如何了。裴景苍白着一张脸，可怜兮兮地靠在我肩上，还望岳丈垂怜。我啧了2声，摇摇头，我爹还望你垂怜，别砍他脑袋呢。吱吱，你可知？裴景话未说完，皇后身边的岑内侍匆匆进殿，在裴景耳边不知说了些什么。我瞧着裴景紧锁的眉头，心口又开始止不住地跳。父皇病重，我得进宫一趟。裴景父在我耳边低语，母后那边出手了，你留在东宫，有人会护着你。这等心密也跟我说。裴景不会想让我背锅吧？可手比脑子快了一步，我抓住裴景的手腕，轻声嘱咐，万事当心，保命为上。裴景离开时，命人紧关东宫大门，禁军立在东宫城墙下持枪伫立。夜黑如墨，满殿寂静，落针可闻，只有灯苗在脸上跃动。齐嬷嬷匆忙进殿，面色慌张。太子妃、三皇子的人把东宫围了，说陛下大限将至，要太子妃进宫。殿下可有传信回来？齐嬷嬷摇摇头，未曾。那就不去，三皇子怎会知道我没随殿下进宫？我思忖片刻，沉声道：去告诉外面的人，前些日子我衣不解带地照顾太子染了风寒，起不来床。太子妃的意思是三皇子要抓太子妃去要挟太子。外面是什么情形我也不知，现下我们在东宫才是最安全的，贸然去勤政殿，怕拖了殿下的后腿。我挑了下灯芯，命人把东宫的门阀再用铁锁锁起来，顺便把锁眼堵死。太子妃他们放火箭进院。裴景留下的侍卫进殿禀道：太子妃要不要避一避？这么看，三皇子怕是穷途末路，要拼死一搏。去后院让季宝林也把门锁好，别闹出人命。我努力安定2分，我曾给殿下绣的荷包呢。派人从东宫矮墙的狗洞出去，送到林家林鱼手里。我表哥认得我的绣工，告诉他去兵部调人，就说三皇子反了，要趁此机会诛杀陛下太子。兵书尚书能来吗？能。兵部尚书季礼的女儿还在东宫，我曾在太子的书房扫见过殿下与季礼往来的书信。我看着溅起的火势，沉声道：前些日子殿下大张旗鼓地给我表哥赐婚，季礼认得我表哥。刀剑打斗声夹杂着惨叫回荡在整个东宫，人心惶惶。我抚着手中的书，久久没有翻页。太子妃，前面传话说外面围我们的人都被擒住了。齐嬷嬷一改往日沉稳，喜极而泣，太子殿下回来了。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我拎起衣裙，朝着前院一路小跑。殿下，门锁坏了，大门被铁锁进不去啊。忘了，我命人把锁眼堵死了。我瞧着墙边的木墩，准备借力翻墙，就瞧着裴景一条腿搭在墙上，居高临下看着我。那个，姑实在是放心不下你。我仰头瞧着裴景伸出双手，满面春风，殿下跳吧，臣妾接着您。我瞧着裴景的黑脸，没忍住随众人一同笑出声来。这一夜终于安定了。东宫外院被烧得面目全非，我忍不住啧舌，这得花多少银子修缮啊？裴景一脸神秘地说：东宫慢慢修吧，多亏了我，陛下已经下旨让裴景继位，陛下去做太上皇，休养身体了。我满脸惊讶，我什么也没做啊。裴景悠长地叹了口气，若不是昨夜季礼跟你表哥带人赶到，我母后怕是要被三皇子挟持来威胁姑了。我依旧迷茫，那跟陛下禅位有什么关系？裴景八卦地凑在我耳边，我母后一气之下拿着刀压着我父皇写的圣旨。此刻我脸上写满了崇敬，皇后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。裴景正了脸色，嗨嗨，姑准备你指立太子妃为后，封后大典同姑的登基大典1天半了。升官升得太快了，我飘飘然开口问道：那殿下不会哪日随便寻个罪名安我脑袋上，抄我家吧？你为何如此想？我爹7品检讨，对陛下没有任何注意啊。我满脸认真，陛下若是有朝一日厌弃了臣妾，能不能不祸及家人？裴景伸手抚摸我的额发，一手指天：朕今日向你立誓，若朕今后负了你，就叫我万劫不复，为天下人所唾弃。我慌忙去掩他的嘴，呸呸呸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裴景一言呸了2声。我舒了口气，若是你敢对我不好，我就让我爹偷偷写你坏话，流传百世。
裴景牵着我的手，笑得春意盎然，走喽，今后都是好日子了。我戳了戳裴景，能不能偷摸开心，让别人看见，怕是得狠狠参你一本。做皇后的日子与做太子妃的日子没什么同，细想的话，其实比在东宫还要自由2分。闲来无事，我带着齐嬷嬷回东宫寻几本游记，东宫书房已经被整理得差不多了。我在店里转来转去，想到了给裴景绣荷包的日子，笑着跟齐嬷嬷说，陛下带着那个荷包，不知被多少人笑话过。齐嬷嬷也笑着摇头，可见殿下对娘娘真心实意。我看着书架上大半的游记，万千柔情，我一手扒着架上的花瓶，一手去拿架顶的书。架后微不可察地响了一声，我伸手朝着架后摸去，是个暗格。从暗格里摸出一沓书信，一封封书信上写了少时曾去过哪里，遇到什么人、什么事、什么困难。整理出来怕是能写成传记。我看着最后一封信上我表哥名字被画了大大的一个圈，笑了出声。齐嬷嬷心惊胆战地瞧着我，要不要把信带回宫给陛下？不用。我将信塞回原处，是陛下给本宫写的情书，既然陛下不愿我知道，就把它们留着吧。因着那厚厚的一沓书信，我对裴景更体贴入微，可裴景脑子仿佛被饕餮啃了，日日有事没事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今日说无趣，明日说做皇帝太累，后日说人生苦短。我日夜好言哄劝，直到裴景将一摞奏折摆到我的眼前，满脸得瑟。皇后啊，这些都是催朕选妃的奏折啊，朕都留住未回啊。陛下想选妃？我抬眼瞄了一眼，臣妾听说陛下有个表妹思慕陛下许久，不如接近宫里。裴景瞧我冷了脸，干咳2声，朕平日里最烦什么表哥表妹的了。表哥表妹？所以说陛下当时要纳妾，是因为吃了臣妾表哥的醋？朕哪能？裴景手忙脚乱地捧起奏折，朕是那样的人吗？朕不能。我笑眼弯弯地瞧着裴景，那陛下为何在密信上把我表哥的名字圈起来了？裴景脸上染了一大片红霞，你瞧见那些密信了？陛下，臣妾这个人有2点好，一是会审时度势，二是会恃宠而骄。臣家给陛下戴绿帽的女儿，我已经送回去了。季家的女儿昨日求了臣妾，说自己有心上人，臣妾封了郡主，送出宫了。我吹灭了殿内的火烛，柔声道：陛下若是想选妃，等臣妾无所出吧。裴景眯起眸子，将奏折甩一地，将我打横抱起。为了裴家江山社稷千古流传，皇后的提议朕准了。裴景刚把我放在床上，岑内侍匆匆来报，说太上皇用完晚膳人不知为何一口气背了过去，醒来后人就疯癫了，连话都说不出。裴景看了看怀里的我，扬声道：朕稍后去瞧瞧。我心虚地对上裴景的眼睛，耸了耸肩，就一点点翻目了。谁让你爹成了太上皇也不安稳，贼心不死，派人在你跟母后的药膳里下毒。芝芝，我父皇曾说你秀外慧中，堪为太子妃。我手搭在裴景的肩上，笑意盎然，不负父皇所望，甚至更上一层楼。番外裴景，我少时总是不懂，为何无论我多努力上进，父皇都不喜欢我，还经常把属于我的东西给贤妃所出的三皇子。很多人嚼舌根说，这太子之位终有一日也是三弟的。母后说，因为他是借着家世占了父皇心爱女子的后位，但只要外祖一家不倒，我的太子之位就不会动摇。除了母后，整个皇宫都没有人愿意同我说话，只因为父皇明里暗里的表示他厌极了我与母后。宫里人审时度势，自然没有人同我玩，可6岁的姜枝除外，许是他不知道这深宫水深。他拉着我过家酒，带我爬树摘桃，下地撅蚂蚁。为了跟姜枝玩，我总是点灯苦学到半夜。太傅瞧着我未曾耽误学业，叹着气让我多出去同姜枝玩。后来我拿着姜枝送我的壁虎放在了父皇的床上，我就再也没有从翰林院见过姜枝的身影。我曾让人暗地里留意姜枝，我知道了他12岁便开始游历各地，他去了新郑、蜀都、宛城等地，他自由得像一只鸟。我派人保护他，暗中替他解决麻烦，让他无忧无虑地替我去看外面的天地。姜枝16岁那年回京后，暗卫禀报说姜枝他爹要把姜枝嫁给他林表哥。林家乱七八糟，祖父把权，祖母蛮横，
父亲软弱，一圈歹笋只出了林榆一棵好竹，姜枝嫁过去定是会备受搓磨。我翻遍了京中适龄男子，我觉得他们都配不上姜枝，所以父皇要为我选太子妃时，我故意将姜枝的画像放在一旁，转头在重臣家的女儿里挑来拣去。父皇忌惮我外祖家的权势，也怕我分权，直接定了家世微薄的姜枝。父皇说，姜家女儿姜枝秀外慧中，敬老尊贤，与我定是良配。可父皇不知道姜枝可不秀外慧中，她缜密细致且护短。宫变后，父皇成了太上皇，被困在咸罗宫，痴傻到老。父皇怕是到死都不知道这是姜枝的手笔。想必当年赐婚的时候，父皇没想到姜枝是如此的秀外慧中吧。清延15年，姜枝翻遍了藏书阁大半的游记后，偷摸溜出宫去了甘隆。我总觉得这四方的天地委屈了姜枝，可看着姜枝留下的密信，我才恍然大悟，这四方宫墙委屈的是我。哦，还有站在我身旁肯守求报的3岁太子。番外裴瑾，我父皇后宫只有我母后一人，所以我3岁就被封为太子。每每有人说要我父皇广纳后宫，我父皇就愁眉苦脸，说做太子时曾被人戴了绿帽子，如今心里还有阴影，能生下太子不错了，望众卿家不要再提了。众臣看我父皇这面行不通，就该走我母后这条路。笑话，我父皇都不知道我母后在哪，这群朝廷命妇就能找到我母后了？可年关将至，母后总要回宫的，一群命妇围住我母后，话里话外指责我母后善妒，不能执掌东宫为我父皇分忧。我母后一听，觉得言之有理，当即点了2个文官家女儿入宫。年后带着2人随我母后还有外祖一起游历山川，见各地的风土人情。年尾回京时，2人均已寻到良缘，并恳求了我母后赐婚。从那以后，世家都不再提让我父皇广纳后宫一事，生怕我母后再把人带走，养野了再送回来。美好的日子从我过完13岁生辰戛然而止，我成了留守儿童。父皇留信说，到了我独当一面的时候，他要陪我母后去桥河看海，以防万一，特地将我外祖留给了我。我哭着扎进外祖父的怀里，外祖父，他们嫌弃你。番外姜爹，我儿男啊，家里没权没势，还被陛下指婚给了太子，不得被吃人的后宫啃得连骨头都不剩啊！早知道就让我的芝芝早点嫁人了呀，娘子，为父对不起你啊，没保护好芝芝。呜呜呜，也怪我不争气，干了半辈子还是个翰林院检讨。可那翰林院的官也太难升了啊，都是我没用。我要是个丞相，估计就没人敢娶芝芝了。什么丞相的女儿也嫁给皇家的3皇子了，哎呀，那3皇子还不如太子呢。为了能让芝芝在东宫站稳脚跟，我连夜将压箱底的砚台都翻了出来。门房老叔挠头说，谁家小女子嫁人，抬10几箱端砚去夫家的？我拍了门房老叔一脑门，懂什么？这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的宝贝们啊，100两一块，极具收藏价值啊！门房老叔瞪大了眼睛，说什么难怪府上如此清贫，门拴住了都没钱换。芝芝嫁人前，特地嘱咐我要谨言慎行，别让人抓到把柄抄了家。我点头，放心吧，放心吧，爹明白，咱爷俩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爹今后修撰的时候，定仔仔细细检查，保证不出一个错别字。我看着芝芝头也不回地嫁进东宫，涕泗横流，深宫水深，苦了我儿啊！太子中毒生死难料的时候，我2眼都快哭瞎了，求神明大仙各路神佛保佑太子早点醒啊！不然我儿年纪轻轻守寡可咋办啊？那太子死了，我儿不用陪葬吧？呜呜，命苦。后来邻家侄子传信给我说，3皇子逼宫不成，反被诛杀，陛下寒心至极，直接给太子让位，自己做了太上皇，颐养天年。等等，什么意思？我儿成皇后了？我儿，菜菜，唠唠，爹想干6品修撰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